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前几天这个稀土视频啊，就有人在那儿嚷嚷啊，说咱们大陆啊对台湾的稀土出口太多了，得管管，不然这个稀土啊分分钟就跑到什么美国啦、日本手里去了。哎，你说这个事儿啊，先不说立场啥的，光是这个赚差价的诱惑，谁能顶得住啊？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啊，就看到这个消息，商务部啊把8家台湾的公司啊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新华社都发公告了，说这是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防止一些东西啊乱扩散，所以才这么做的。这简单来说啊，就是不准出口两用物项。那啥叫两用物项呢？就是既能民用也能军用的东西。现在呢，这8家公司啊，啥也别想从这个大陆买了，之前已经开始的出口活动啊，立刻停止。除非啊，你有特殊情况，那想出口啊，先跟这个商务部啊打报告。这公告里说的很清楚啊，这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说白了就是防止一些敏感的东西通过这个台湾啊流到不该流的地方去。而且啊，这事儿是立刻执行，一点都不能拖。咱们大陆啊一直把这个台湾当成自己人啊，所以在这个贸易上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这政策好不好呢？好，但是呢，也带来一些问题。这个台湾啊，每年从大陆赚超过1000亿美元呀。以前啊，咱们可能是需要这个台湾的电子产品，但是现在除了高端芯片啊，咱们自己啊啥都能造了。那继续优惠呢，更多的是咱们的善意。结果呢，这个台独分子啊，拿着这个从大陆赚的钱买武器，搞以武拒统，支持统一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真的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啊！这优惠政策是该改改了。还有一些台湾的商人啊，利用这个台湾的特殊地位，给这个台独分子、美国这些反华势力服务。就拿这个稀土来说，咱们对美国有限制，但是对台湾却大量出口，这不就等于开了个后门吗？出口给台湾的稀土啊，很可能就跑到这个美国人的手里去了呀。所以啊，国家这一次出手啊，那肯定是有证据的呀，掌握了这些公司干的那些事儿。而且啊，我相信以后呢，还会有更多的台湾公司啊被列入管制名单。现在这个世界啊变化太快了，这两岸统一啊是咱们中国最大的事儿。以前啊，咱们想着通过这个优惠政策啊，加强两岸的交流，促进和平统一。但是现在看来啊，这条路啊不太好走了。所以啊，现在啊就应该果断停止一切对台湾的优惠政策。断了他们从这个大陆赚钱，然后去美国买武器的路子，而且还要加强执法，对进入台湾的武器装备啊坚决拦截没收，这样才能尽快收复台湾。如果仔细看看这8家被管制的公司啊，你会更吃惊。咱们大陆给这个台湾送钱，结果呢，他拿着咱们的钱啊，生产打击咱们的武器，你说这叫啥事啊？就比如这个汉翔航空啊，这家公司啊，以前是台湾空军的。这蔡英文上台后啊，他们就配合台机台造政策，生产新的教练机。还有这个台湾有名的 IDF 战斗机也是他们造的呀。这个中山科技研究院啊，这是这个台湾最重要的研发机构，专门研究无人机、军舰、潜艇这些东西啊。他们呀还发布过一个无人机的战术短片，模拟攻击咱们的福建舰。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咱们是防天防地防美国，没想到到现在才开始防一个岛上的割据势力，放任他们用咱们的钱和物资研发打击咱们的武器，这点真是很容易被忽视啊。还好现在开始也不晚。那最后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名嘴关于这件事啊是怎么看的吧。先来关注今天的一则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今天7月9号上午，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宣布将8家台湾地区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那除了禁止对这8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啊，正在开展的相关的出口的活动也是立即叫停。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就明确的表示，这是在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节目开始请教亮哥，在名单上我看到啊，像有台湾这个汉翔航空工业，有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这8家的实体都是些什么来头？包括我看到就是商务部在发布这个公告的时候，点明了这些实体是蓄意配合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这8家都是军工企业，那在不同领域做不同的研发，
有的也包括制造啊，比如说汉翔航空，那台湾的 IDF 就是汉翔航空处理的，这是战斗机。经纬航太主要是做无人机啊。那目前因为要避开大疆的零组件嘛，所以大概走向，我记得是跟东欧啦，大概捷克、波兰要做合作啊。那中山科学院大家都知道了，台湾的有些导弹啊、雷达啦，大概都是中科院提供一些研发啊。那后面国际造船、中信造船，还有龙德造船，都是包括台湾最近做的，比如说护卫舰啊，或者是潜舰国造，有部分参与啊。不过严格讲，核心的零组件还是很多做不出来了。核心零组件可能有的还是用美国的啊。那或者是用其他国家制造，大概是这样啊。那我觉得，我不知道管制会管制到多细了，是不是所有的贸易全断啊？还是说这个还是零组件的断掉，甚至会深挖到有没有包括稀土的部分？这我就不清楚了啊。因为台湾每年还是有从大陆进口3000吨以上的稀土啊，那这个很多都是跑到民间的部门，军工的有没有我们并不清楚啊。那可是大陆那边可能会追踪他的顾客的使用吧啊，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一次把台湾大概全方位的，包括战斗机、导弹，然后船舰，所有的相关的制造商全部都列入，这第一次啊，所以这个当然是意义重大了。按照亮哥所说啊，就是这8家实体，要么是台军方研发的生产单位，那要么就是配合台军，像生产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战备，比如说像战机、无人机、潜艇，等等多个领域的装备。换句话说，它就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这个重要的工具嘛。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之后，国台办在第一时间就是表示了强烈的支持。我们看到发言人陈冰华就表示说，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的宣扬分裂的谬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那部分台湾地区的实体就参与其中，助纣为虐。同时，他也指出，就是甘当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爪牙，参与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企业、团体、个人，必遭依法严惩。我们也请教沈一老师。我们看到大陆此时对于这些助独的爪牙是重拳出击，您觉得说释放出怎样的讯号？那后续会起到怎样的一个效果？第一个，这事情很清楚，他那个商务部的这个具体的制裁措施，第一句话说禁止向上述8家台湾地区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就是军民两用的这些物项。那这个军民两用物项当中，因为就是这个两用物项比大家关注的这个稀土的范围其实更广一些，就是跟稀土相关的这些东西是两用物项其中的组成部分，有一些它跟稀土不相关，比如说无人机的一些组件，尤其是民用无人机的组件，但它具备这种改用的这样一种能力，因为在俄乌冲突当中，对于民用无人机的改装，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高度的成熟，所以它禁止出口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大的。理论上，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意味着这8家实体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就是原来它如果跟大陆还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的话，而且明确说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就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期限，让你还能再囤一些货，抓一点时间，而是说我说停就停，直接就把这个水关死了。然后后面讲说，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也就是说，原则上一般情况下就不允许出口，除非你给出足够多的理由。这个足够多的理由就是你证明你这种出口跟军品无关，不会被应用到这个台独相关的领域。那说实话，按照岛内的这个生态，这8家企业、这8个实体点上去之后，你要证明它跟军品无关，可能也很难。然后就像亮哥讲的，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很清楚，就是现在台湾岛内在以武谋独方面主打的几个点嘛，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就是
关于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这个改造方面。第二个就是先进战力，就是以 F-16V 的那个引入和这个改装，还有配备、零部件、维护这条线相关的，我这些线直接帮你切掉。还有你这个海上无人艇，之前有一阵子民进党不是在那讲那个，我记得就没多久吧，这个除了那个他们那个潜艇之外，不是还展示过他们造的那个什么无人艇吗？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可以仿效乌克兰的某些战法，对大陆展开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行动。那行啊，你既然要搞研发，我就把这东西全部都切掉，你自己去搞啊。而且我们这种管控是一种供应链级别的管控，也就是说你通过第三方要绕开这种管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其实大家也很清楚，他所谓的跟东欧或者说跟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所谓的合作，其实走的就是走擦边球嘛。因为从产能、产量、技术几个方面来说，你要真正意义上满足绕开大陆的产能和这个供应，弄一条所谓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在技术上其实是实现不了的，尤其是一些关键零组件上面。所以大陆这次同时展示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在两岸关系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有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所谓主动权和主导权，就是我其实这些都在清单和准备上，我就看你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些举措，如果你持续的忽视大陆的诚意和善意，践踏大陆的诚意和善意，然后非常顽固的激进的去搞台独这方面的东西，并且还幻想搞这种以武谋独，那我不好意思，我就把你这个想象空间一个一个的掐掉。而且你会发现，当大陆进行这样一些动作的时候，它是没有还手余地的。最后一个就是告诉台湾岛内的所有人，就是大陆手上的这个政策工具箱是处在一个持续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当中的。我们这个夹带里面能够有的这种惩戒性的措施，它可以非常的精准，它可以非常的创新，它也可以非常的多元。你如果要一意孤行，对于大陆来讲，还是那句话，就统一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你可以选择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非和平的方式。那你做出选择之后，大陆就会有回应。这次大陆切掉这8家企业，把它放到实体清单里面去，就是一种回应。这是你选择之后的结果。如果你不信邪，你可以继续去撞这个南墙。所以就像那个陈明华那个讲话当中去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政策放在这儿，然后你不听我的，然后在那儿继续搞以武谋独，持续在那边冒进，那我就一点点的把这些你的这些空间压紧，要告诉你说台独就是死路一条，就这样一个情况。这总而言之啊，这一次的管制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咱们国家正在加速统一的步伐，收紧对这个台独分子武器装备生产的出口管制是统一行动的必然步骤。这冬天去台北看雨，值得期待。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